2026年的2月12号，我们啊这3个朋友啊，我们今天又开始1年1度的嘎提纽公园3南3北的这个大穿越。哎呀，这是我们 Wayne 和我们的这个 Jeffrey。我们今天啊，现在是9点45，我们现在出发。好，天气非常的棒。不错不错，今天不错，今天不错哈，争取今天有一个圆满的结果。好了，走，出发。我们现在第一步啊，穿越这个茫茫无际的 Michi Lake， 茫茫的这个密奇湖啊，风啊特别的大。我们在这横穿密奇湖，可以看到在这前面开到这个弯啊，非常的艰难，因为这个雪呢非常的深。我们现在已经成功的来到了这个密奇湖的对岸，但是现在呢，因为这个风小的地方啊，雪特别的厚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沿着岸边呢，接着还要穿越，到达前面的这个戴维斯岛。在茫茫的积雪中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开道，这个雪呢非常的厚啊。我们在这儿呢，非常费力的顶峰前行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一片呢，是密奇湖的中央。这个地方呢叫做 McDonald Bay， 在我前面左手方呢是戴维斯岛，右边是个无名岛。我们要从戴维斯岛和这个无名岛中间呢，那么登陆前方的36号，穿过茫茫的 McDonald Bay。我们在茫茫的这个密奇湖啊，那么经过了45分钟的短暂的穿越，前方啊胜利上岸。这个穿越湖泊的这个脚印，登陆了这个36号。现在啊，开始我们新的长征。这是我们的小分队，精神抖擞，迈着标准的 classic 这个 cross country ski 的步伐，奔向前方。我们经过短暂的36号的这个行走啊，我们现在来到了顺利的和50号交汇。那么我们前方啊是50号。茫茫云海，漂亮。50号。我们现在出来啊，已经有1个小时20分钟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温馨的赫里小屋，炊烟袅袅啊。我们短暂的休息，离开了充满着松木香气的这个赫里小屋。我们大家又迈着这个六亲不认的步伐，向着我们下一站进发——菲利普湖。11点的50啊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和52的这个接口。我们现在呢已经完成了行程的将近的1/3。我们前面呢还有这个2/3啊等着我们。我们啊短暂的休息以后啊，接着向前。中午12点，我们顺利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菲利普湖，有历史转折点的位置54号，最困难的地方了。对，我们这是要遭遇最困难的地方。那么前面呢还有很多未知的这个未知数啊等着我们。我们现在这个部队啊，在向这个山里面54号纵深。那么在这个前方啊，有一个巨大的，上这个 Lask 之前呢，有个巨大的坡。我现在呢，要决定呢，把这个 skin 啊，给它装上去。我们把这个 skin 呢，给它搞干净，然后把这块 skin 的板子呢，大家可以瞧啊，我把它呀，在这儿一点点的给它装上。那么把这个 skin 呢对齐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skin 呢就漂漂亮亮的呢，就粘在了我这个板子上。好，那么大家可以看到，我把这个 skin 啊
都已经漂漂亮亮的装上了，非常的平整。那么我现在呢，就套在我的鞋子上面。那么下面的这个陡坡呢，那都不在话下。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呀，这个坡度啊非常的大。如果你没有 skin 的话呢，是完全上不来。你看我单手呢，这个甚至不用手啊，在这个有 skin 的情况下，那么我就可以爬上这个陡坡，顺利的完成这个 Lascaux Cave 的攀登，非常的轻松。所以呢，经常玩这个叫做 BC Backcountry 的 ski 的朋友啊，这个 skin 呢是必备的神器。当然，这个 skin 是我自己做的，是 DIY 的，所以呢是非常的便宜，但是非常的有效。很快啊，我就来到了 Lascaux 这一站。非常的轻松。这个54号这条路啊，这个距离呢还是非常的长。我们在这儿呢，可以看到啊，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这个上下坡啊，要这个在前面等着我们。一条长满了白色蘑菇的小溪，这是我们的后续部队奋力的爬坡。我们的小分队啊，顺利的来到了54号跟10号的交接口。那么这10号啊，这个可能需要1个多小时。对，这个3公里啊，居然已经有人走出来一条 snowshoes 的道，这对我们来讲呢是重大的利好消息啊。我们在这个10号啊和54号小试休息。现在呢，我们向着我们这个山的南侧进发。我们的 Jeffrey 啊打头阵，带着这个 skin 呢一点点下去。这是一条很大的坡，非常小心。我们现在后续部队也是慢慢的这个下这个坡，那么要特别的小心了。那么即使是有 skin 呢，这个坡也非常的大。哇，这个坡啊是非常的大，在这儿非常的难控制住。那么可以看到这前面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坡，好，下来了。那么今年的雪啊特别的深，10号路上面呢厚厚的积雪，我们在这里面呢奋力向前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小的这个分岔口呢，是拉斯克湖。我们前面至少还有2到3公里啊，等着我们。那么这样的路啊，我们现在经过的这一片区域呢，是一片拉斯克湖边上形成的一个沼泽区。下午的阳光照在身上啊，照得非常的温暖。到一个小小的这个插曲以后呢，我们现在重整这个队伍啊，接着往10号纵深进发。那么今年这个10号啊，雪非常的深，难度啊相当的大。我们的部队啊，在这儿奋力的向上。这10号这个路啊，有一个巨大的山。那么我们身后啊，看从这个山下一路啊爬上来，这是非常艰难的一段。过这个树枝啊。这个是相当有难度的一个，看起来很容易，但实际上非常的有挑战。那么有各种各样的过法，这种横着过呢是，看能不能过去。好，现在就是靠那边那个角了，要飞起来，飞高一点。好了，飞过来了，木头过城门。哎，好了，这边就好办了。好了，这儿可以看见10号的标志啊，依稀啊可见，漂亮的临海。我们在这儿，在一堆堆的这个雪堆里面呢，哇，慢慢的穿行。
哇，看看那些纠缠在这个树枝上的这个雪块啊，像不像一个个的蟒蛇？现在来到了这个湖的边上呢，这个湖叫 Lake Sheret。那么我们10号路上一共经过3个湖 ，Lusk、Sheret 和 Wadesworth。那么这是离我们的1号路啊已经非常近了。我们今天呢已经胜利在望，已经基本上呢走出了这一片山区，前面呢还有一些小的山坡，那么即将到达1号。现在来到了这个湖面呢，就叫做 Wadesworth。现在湖面上面啊一个人都没有。现在来到了这个位置呢，是这个 Wadesworth 湖的这个尽头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湖水啊，在这儿呢涓涓而下，很漂亮。我们后面的部队呢，在快速的跟进。太阳已经西斜，这是我们的10号路上的最后一个黄土高坡。那么过完这个坡往右啊，就应该和1号啊康庄大道相接。我们现在经过了将近3个小时啊，虽然发生了一些小的插曲，我们呢终于从这个10号里面呢爬了出来，然后终于完成了这个最艰难的54号到10号这一段。那么我们成功的从山的北面呢，那么现在穿越回山体的南面。队友们呢，也从10号当中走了出来，到了1号，夕阳西下呀，我们现在大家都觉得如履平地。下一站呢 ，McKin Street， 4点半，我们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最大的这个休息站 McKin Street。夕阳西下，5点半，我们离开了这个温馨的 McKin Street 小屋，踏上了回家的征程。回家的感觉真好啊！夕阳的公园，落日斜阳，那么余晖洒进这个雪道，真是日落西山红霞飞啊！滑雪归来满载归。冲坡，太爽了！弯道，这腿的问题我可以冲。哇，在夜色之中啊，我们开始冲狼2。这是灯光照耀前方啊，多么浪漫的一件事啊！这是好，前面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就是狼2。我们前面一马当先啊！接着冲！弯道的，一会儿左拐，一会儿右拐。太舒服了，太棒了！我们在夜色之中啊，很快的回到了狼1。那么现在离回家的路呢，还有3.5公里。现在标志牌上显示离家啊，离我们停车场只有3公里了。哇，简直胜利在望啊！漫长的一天即将结束。呼呼，在夜色之中啊，我们急速的行驶。那么一个坡啊，又一个坡。这夜色之中啊，居然还有人呢，在这玩。
哇，一盏灯点亮了前方。那么大家呢，像我这样一边拍摄一边冲坡啊，这种危险的举动，在晚上啊，大家不要模仿。这是最后的疯狂。哦。哇哦，它这个夜色之中啊，什么都看不清。那么只有呢，凭着这个感觉，这个肌肉的感觉啊，往下冲。前面一片黑茫茫啊！哦呼，冲啊！那么我们现在啊，即将冲这个最后的这个大坡。那么黑灯瞎火呢，要控制速度。那么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现在这个坡啊，可以看到非常的大。哇哦，哇，哦，我们的队伍啊，一个个都从坡上冲了下来。哇，圆满的完成了今天的28公里的这个3南3北穿越的壮举，太棒了！6点44分，我们这3个人的小分队啊，完成了今天28公里的壮举，胜利的回到了停车场。从早上9点50出发，到6点44，哇，一共玩了将近9个小时。哎呦我的妈！终于完成这个壮举，9个小时28公里。明天再说吧。好，明年再战。好，拜拜。